难道是那警察会开枪是你安排好的？我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孤身一人去见徐新年，我不能拿自己和豆丁的命跟他拼。我身上装着追踪器，只要到时候我缠住徐新年，给屈成足够的时间，他一定会找到我。等一下，我有点迷糊，你身上的追踪器是怎么回事？徐新年不会傻到连你的身都不搜吧？之前他害怕昆邦的人来找我的麻烦，就自作主张把豪庭转到了我的名下，还装模作样的送了一个戒指，好像我一出门就被人暗杀似的，往里面塞了个追踪器，还真以为能瞒天过海，让我发现不了。他偷偷摸摸的不说，我自然也不会找没趣告诉他，我既然敢冒着风险去，自然得给屈成和警察引路，所以就用刀子在肩膀上剜了一小块肉，把追踪器塞了进去。乖，这是下了多狠的心啊，才能亲手剜掉自己的一块肉啊！那你跟屈成到底怎么安排的啊？他怎么能放心让你一个人冒这么大的风险？万一出一丁点意外，窝窝和小豆丁，甚至是你自己，随时都可能丧命。这件事情是我坚持的，屈成只是拗不过我。徐新年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我的钱和命，把他逼急了，谁知道他会不会动手杀了窝窝？那个时候，我真的1秒钟都等不下去了。窝窝只要在他手里1秒钟，就多1秒危险。窝窝和屈成是我的命，我开不起这个玩笑。思年，我明白你的想法，但是当时你不是一个人，你宁愿以身试险去救窝窝，但有没有想过，万一救不回来，赔上的代价可是3个人啊！我怎么会想不到？但当时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。唉，你也算是倒了8辈子的霉。要我说啊，爆头实在是太便宜他了，应该把他乱枪打死，然后再撕了他那张整过容的皮。你既然手里死藏着徐老爷子生前的录音，就应该早点拿出来给自己平反，把他送进监狱吃枪子，或者再心狠手辣一点，亲手杀了他也无所谓。结果你想做好人，坏人可不放过你。没有。什么没有？我说爷爷生前的录音我压根没有。不是吧？怎么突然又没有了？那你给他听的是什么？这就是爷爷留给我最后的东西，你可以自己瞧瞧。这个手机现在到底是好是坏？思年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当初董峰把这个手机交给我的时候，我简直兴奋的不知道该怎么办，一心以为这个手机是爷爷留给我最后的证据，让我能给自己沉冤得雪。但是有时候人生就是这么坑爹，我去过无数家维修店，却没一个能把它修好，我好不甘心。屈成那时候也说会想尽一切办法修好这个手机，可惜。你放心，我会想尽办法把它修好的。天命难违，这个手机根本没法当作证据，指控徐新年就是杀人凶手。他对我来说只是爷爷的一件遗物，仅此而已。所以这就是你迟迟不杀徐新年，只是把他关起来给徐老爷子跪地磕头的原因？对，知道这件事情的人都觉得我是优柔寡断，放着证据不用，还企图感化那个祸害。其实根本就不是，因为从始至终我都没有徐新年当年杀人的证据。很可笑对吧？我承认我是个俗人，也是个懦夫，一想到为了报仇亲手杀了徐新年之后就要背上一辈子的牢狱之灾，甚至是死刑，永远跟屈成和窝窝还有小豆丁分开，我就受不了。当初把徐新年抓在手里的时候，我每天都跟自己说要冷静，不能被仇恨蒙蔽了眼睛。你不知道我有多想把他剁成肉泥去喂狗，但是我不能，也没有证据把他送上法庭，只能把他囚禁起来，慢慢的逼着他认罪，亲手把他送上断头台。可惜我还是晚了一步，当初我就应该亲手杀了他，陪他一起下地狱，也比上了窝窝强。那个录音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后来你又修好了手机？没有，那个录音是我伪造的。